中国人准备好迎接一场金融界的核爆了吗？2025年4月29日，一条消息像炸弹一样在网络上引爆：中国5大国有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以及股份制巨头招商银行集体宣布撤销监事会。监事会是什么？它可是银行内部的监督天眼，负责盯着管理层，防止权力滥用、财务造假，是保障银行透明运作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可现在这道防线被连根拔除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党管金融的铁腕进一步收紧，权力高度集中，暗箱操作的空间被无限放大。假账、坏账、风险掩盖，这些金融黑洞将彻底无人监管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中国金融系统崩坏的冰山一角。过去1年多，金融圈高管接连落马、失联、跑路，监管机构、银行、券商、保险公司几乎没有一块干净的净土。这不禁让人发问：中国金融体系到底烂到了什么地步？你还敢把血汗钱存进去吗？2024年，中国金融反腐的风暴席卷全国。根据中国经营报报道，仅2024年1年就有90名金融系统干部被查，其中银行系统占了70%。从国有大型到地方城商行，从监管机构到保险公司，高管们不是被双开，就是被逮捕，甚至直接失联跑路。比如，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娄文龙，2024年11月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，罪名包括受贿和违法发放贷款。中国银行原董事长刘连葛，2023年10月因受贿和违法放贷被最高检逮捕，罪行还涉及家风不正，对亲属施管施教。还有中国银行江西分行原行长张东向，退休多年后依然被查，暴露出一系列腐败黑幕。更离谱的是，2023年5月，中国农业银行首席专家杨光被双开，罪行包括违规持有高尔夫球卡与信贷客户勾肩搭背。这些高管表面上是金融精英，背地里却是贪婪的蛀虫，把银行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。这些高管落马的背后，是无数老百姓血汗钱的流失。据统计，截至2023年2季度末，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高达3.2万亿元，不良贷款率达 1.67%。而这还只是官方数据，真实情况可能远超想象。那些被高管们违法放贷挪用的资金，究竟流向了哪里？有多少变成了他们的豪宅、游艇和高尔夫球卡？又有多少变成了无法追回的坏账？更让人绝望的是，连外资都开始逃离中国金融市场。2024年，多家外资机构抱怨资金转出困难，甚至有外资银行高管私下表示，在中国做生意，钱进得来，出不去。老百姓的存款尚且朝不保夕，连外资都自身难保，这金融体系还能信吗？5大行撤销监事会绝非偶然，而是党管金融战略的又一次升级。表面上，这是为了加强中央对金融的统一领导，但实际上，这是在为更大的暗箱操作铺路。监事会的撤销，意味着银行内部的制衡机制彻底失效。过去，监事会还能对管理层的决策进行一定监督，比如审查财务报表、调查违规操作。但现在没有了监事会，银行高管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。假账、坏账、挪用资金，这些问题将更加肆无忌惮地滋生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权力集中正在掩盖巨大的金融风险。2023年，中国人民银行曾公开表示，金融风险整体收敛，总体可控。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 165%，远超全球平均水平。
影子银行、地方债务、房地产贷款，这些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，而这些风险却在党管金融的铁幕下被刻意掩盖。2024年，多家银行被爆出通过虚构贸易背景发放贷款，规避监管。更有甚者，一些银行高管与地方政府勾结，将巨额资金投向高风险项目，导致资金链断裂。老百姓的存款就这样被用来填补一个个无底洞。金融系统的崩坏，谁是真正的受害者？不是那些西装革履的高管，不是那些挥金如土的关系户，而是你我，那些起早贪黑攒下每一分血汗钱的普通人。你的存款曾经以为是安全的港湾，如今却成了金融黑洞的祭品。小张，一位35岁的货车司机，2023年把10万元积蓄存进某国有银行，梦想着给女儿攒够学费。可2024年初，他突然收到银行通知，账户被冻结，原因是涉及非法集资调查。小张跑遍了银行和派出所，却被告知查无此事。10万元，5年省吃俭用的积蓄，就这么人间蒸发。更绝望的是，像小张这样的储户，全国还有千千万万。2022年的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，至今是无数人心头的噩梦。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，涉及储户超40万人，冻结资金高达400亿元。储户们走上街头，举着还我血汗钱的横幅，却被扣上扰乱社会秩序的帽子。有人因此丢了工作，有人家庭破裂，甚至有人在绝望中选择了极端方式。400亿元啊，那不是数字，是无数家庭的希望，是无数人一辈子的心血。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。2024年，银保监会披露，全国范围内银行违规操作导致的储户损失案件多达3000余起，涉及金额超200亿元。你的钱可能被银行高管挪用，填补他们的贪腐窟窿，可能被拿去放贷给高风险企业，变成永远收不回的坏账，甚至可能被用来支持某些不可告人的项目，消失在权力的高墙背后。你以为存钱是稳妥，却不知早已深陷一场精心编织的金融骗局。为什么中国的金融系统会烂到如此地步？答案藏在党管金融的铁幕里。5大行撤销监事会，只是这场权力游戏的最新一幕。监事会没了，意味着银行内部的最后一道刹车被拆除，高管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玩钱。而这正是金融黑幕的起点。2024年，经济观察报曝光了一起惊天丑闻：某国有银行分行通过虚构贸易背景，向关联企业发放500亿元贷款，最终资金流向不明。这不是个例，而是金融系统的常态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，中国影子银行规模高达60万亿元，占金融体系的半壁江山。这些资金游离于监管之外，成了高管和权贵们的私人金库。更可怕的是，金融风险正在以惊人速度累积。2024年底，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攀升至3.5万亿元，不良率逼近 1.8%。而这还只是官方美化后的数据。真实情况呢？2023年，某地方银行被爆出通过循环贷款掩盖坏账，实际不良率高达 20%。这些坏账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炸毁整个经济。老百姓的存款就这样被绑在了金融风险的战车上。当危机爆发时，银行和监管机构的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捂盖子。2024年，银保监会曾要求银行严查员工参与非法集资，但这不过是表面文章。真正的黑幕早已被权力的高墙严严实实遮住。你存的钱早已不是你的钱，而是他们手里的筹码。中国人面对这样的金融乱象，你还敢把钱交给银行吗？你还敢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财产品吗
2024年，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突破450万亿元，但这庞大数字的背后是无数老百姓的血泪，是金融体系的腐烂与崩坏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残酷的现实。2023年 ，P2P 理财平台全面崩盘，3000多家平台倒闭，涉及投资者超1000万人，损失金额高达1.5万亿元。那些承诺高收益、零风险的理财产品，最终成了投资者的噩梦。2024年，保险、基金、券商接连暴雷，连外资机构都开始撤离。据彭博社报道，2024年外资从中国金融市场净流出2000亿美元，创历史新高。连外资都吓跑了，你还敢把钱留在这片雷区？更让人心寒的是，普通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。你去银行维权，可能被保安请出去；你报警，可能被搪塞正在调查；你上访，可能被扣上闹事的帽子。你的血汗钱在金融体系的黑暗漩涡里早已被吞噬得干干净净，而那些始作俑者依然在高楼大厦里纸醉金迷，嘲笑着你的无助。中国金融系统早已不是老百姓的避风港，而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楼。五大行撤销监事会只是这座危楼裂开的第一道缝隙。权力的高度集中，高管的集体腐败，风险的层层掩盖，这一切正在将中国人的血汗钱推向深渊。